大家好，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这里是宜兰乌石港，今天跟网友约好去钓鱼，早上4点集合出发，天才微微亮，这个时候海很漂亮，而且今天风浪很小，吹着海风，非常浪漫。那你问我喜欢钓鱼吗？我其实还好，我只是喜欢看自己的食材捕获的实况，希望看一下食材保存运作的方式，所以我每一次去娱乐船都是报观光的，不占据一个钓鱼的位置，因为钓鱼太复杂了，不一样的季节钓不一样的鱼，用着不一样的钓组，挂着不一样的饵，还有不一样的母线、前导、钩子，我能专心做好一件事就很不错了。那喜欢钓鱼的人通常是喜欢这个过程，我没遇过谁是钓很多鱼回家自己吃的，这些人是真的很喜欢钓，还有人从台中开车过来宜兰钓的。我通常坐在旁边观察船上的好男儿们，盯着他们钓上来的鱼，如果能够钓到我没有看过的，上岸的时候就可以跟他买。这个青鱼放血没有弄好，冰的时候没有整只插进冰水里，回港的时候鱼肉不够硬，鱼贩不收，回家切开发现半边的鱼身整个软散了，又上了一课。上来一尾花烟，就是煎鱼，这个很不错，但价格很低。甲板上放满了冰箱，空间很小，我就是只有减灾放血而已。这个是今天的目标鱼，包公基鱼，活着的时候颜色超漂亮，简单的减灾放血就冰起来，鱼一死掉冰起来，颜色就会瞬间改变，所以来钓鱼也能够增加我辨别新鲜程度的经验值。看过鱼刚离水的颜色之后，去鱼市场买就会知道哪一些是最新鲜的。这个是黄基鱼，活着的时候全身都很黄，死久了之后就只有鱼鳍是黄的。那这种娱乐船中午有提供一顿饭，就直接炸青鱼来吃。刚离水的青鱼炸起来水分很多，很好吃，跟外面那种薄盐的干硬的很不一样。这个是黑达，有点像剥皮鱼，但是这个比剥皮鱼好吃。这个是母的花鲈，也很漂亮。下午就回港了，网友给我几尾鱼带回家弄，这个叫肉温呐，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鱼，看起来像加长版的竹荚鱼。这个是包公基，有的人会叫它青基鱼，因为两种鱼的体型一模一样，只有背上的颜色略微不同。这个鱼身材短短的，但相当肥厚，比黄基鱼肥厚很多，也更好吃，所以这个价格蛮不错的。这个包公基鱼中文名称叫黄拟乌尾冬，是笛鲷科的。青基鱼是蓝拟乌尾冬，我有做过影片。青基鱼的背部颜色是青蓝色的，但我当时买的时候，鱼贩说叫包公基，所以这两种鱼很容易搞混。这个鱼在日本也算是高级鱼，网站上评价很高。我很喜欢这种身材的鱼，内脏只有一点点，头很小，血很少，处理起来非常容易。那钓鱼回来很累，我想要明天再吃，今天整理干净放冷藏，这尾就直接钓起来。接着来处理肉温呐，这个鱼长得非常像竹荚鱼，但身体很长，尾部的鳞很小，所以有点不太确定。查了一下，中文名称叫长圆身。如果体型小一点的，可能就会被当作目孔刺破。这种亮皮鱼通常臭抽得很快，要赶快把内脏弄掉，包起来明天再吃。经过一天来吃昨天的鱼，放短时间的话，我就用保鲜膜包一包而已。你看这个鳞比其他的竹荚鱼小，延伸范围也很短，这一种比一般竹荚鱼深厚，感觉会蛮好吃的。切割起来感觉肉质蛮紧致的。
那这两种鱼的价格落差很大，应该有3-4倍吧。鱼的价格落差这么大，跟饮食习惯啊、储存方式都有关系。像这种竹荚鱼，如果大一点的，做生食是非常好吃，油脂不多，但是口感很棒，但是很难保存，放个2天就会有一些腥味，所以大部分都是冷冻或做熟食。但熟食的分数就会比其他鱼降得很多，一加热肉质就会变得很干柴，所以会被认为是便宜的烂鱼。冰箱钓1天的包公鲫鱼，一起切一切吃了。在台湾，鲫鱼这种名字大概是除了干字以外，最多用来称呼鱼的名字的。有黄鲫啊、青鲫、红鲫、金鲫、银鲫、石鲫仔、花生鲫、海鸡母、包公鲫，应该没有漏掉吧？如果还有什么叫鲫的，请网友补充一下，因为鱼的种类实在太多，很难分得清楚，所以大多都模棱两可，叫个大概而已。那这个鱼肉居然很白，看起来跟石鲈很像，细软中带着 Q 弹的感觉。另外一半切3刀，要清蒸，白色的肉清蒸起来应该很细软。那很多人都说日本的生鱼片很便宜，为什么台湾的都很贵，很生气？其实在日本那些很便宜的生鱼片很多都是养殖的，而在台湾没有人吃养殖生鱼片。日本野生的鱼也没有多便宜，然后日本可以用一些产量大的、相对便宜的鱼做生鱼片，比如说竹荚、青鱼，但在台湾很少人这么做，除非像我一样自己弄，或者有特殊的管道能够供应。厨师自己跑去拉货回来再处理，那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你期待他卖你很便宜的价格是做梦。台湾鱼货的一般通路就不是为了做生鱼片的，整个流程跑完鱼就腥了。所以很多日料店就从日本进口那些台湾也有而且没有很贵的鱼类来做成料理，卖很贵的钱。因为做生鱼片的鱼是不冷冻的，冰鲜坐飞机来的价格当然很贵，而且只要进口来的就是安全牌，鱼的品质不好也不会有人打枪，把包装盒拿出来一看是进口的，客人就买单了。而且在台湾鱼类的消费集中在几个知名的种类，体型也挑固定的大小，不同的鱼高低价落差很大，不常买鱼的人就会觉得自己会被骗。我觉得慢慢培养，多看影片，你就会比较懂了。这个竹荚鱼来做一个拌酱，加一点醋啊、味噌啊、姜啊、洋葱，拌一拌放在热白饭上一起吃。这个是很经典的吃法，这一碗的成本大概20吧，那是因为巴萨米克醋的成本很高，占了10块钱。一半的包公鲫鱼拿来清蒸，一半的大竹荚鱼煎一下就直接吃了。